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Podcast， 我是李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中文。我们的节目很简单，我们说慢一点儿，用简单的词帮助你们一步一步学中文。对，我们希望你们听得懂、说得懂、用得好。今天我们要说一个生活里的话题。对，今天的话题是在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的对话。在中国，很多人每天都坐地铁或者公共汽车。上班的人坐地铁，上学的人坐公共汽车，大家都需要。我们在车上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的中文，比如说买票、下车、问路、打招呼。这些话题都和生活很近。学会这些，你们可以在中国生活更方便。你们会发现，说一点中文，别人就会很高兴。是的，他们会笑着回答你，你会有信心。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害怕说中文，错了也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学习就是这样，每天听一点儿，说一点儿。所以，请你们跟我们一起练习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节目，可以订阅，也可以分享给朋友。我们还想听到你们的留言。对，你们可以写评论，说你们学到了什么。今天我们先介绍主题，后面我们会分成几个小部分，比如第一步怎么买票，然后是问路、下车，还有在车上的小对话。一点儿一点儿我们说清楚。希望你们跟得上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话题。小雨，你平时坐地铁吗？我常常坐地铁，上班的时候都坐地铁，很方便。我也常常坐地铁，上车之前要先买票，对吗？对，有的人用手机买票，有的人用卡，有的人买纸票。如果是第一次坐地铁，怎么买票呢？可以在自动售票机买，你点一下，选目的地，然后付钱。比如说我要去王府井，我在机器上点王府井就可以吗？对，然后机器会告诉你多少钱，你放钱进去，票就出来了。这样很简单。那如果是公共汽车呢？公共汽车上要么用交通卡，要么给现金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上公共汽车，只有一张100块。哎呀，司机不会找钱的，对吧？对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后来一个阿姨帮我刷了卡。真好，很多中国人很热情。是的，所以准备零钱很重要。对，如果你有交通卡更方便，只要滴一下。那个声音很清楚，滴，然后就可以进去了。我第一次用交通卡的时候很紧张，怕刷错。你刷错了吗？没有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把卡放在机器上就好了。对，我觉得中国的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很快，很方便，而且很干净，也很安全。我坐地铁的时候，经常看到很多人排队买票。是啊，早上和晚上人特别多。对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，都吓了一跳。我也是，第一次挤地铁，好像人山人海，我差点下不了车。所以最好提前准备，要知道下哪一站。对，如果快到站了，要早点走到门口。我有一次忘了看站名，结果坐过了2站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下车以后又坐回去。听起来很麻烦。是啊，所以要认真听广告。广播里会说下一站是天安门东。对，还会说请注意安全。每次听到这个，我觉得很清楚。我喜欢地铁里的广告，声音很温柔。公共汽车上也有广播，不过有时候声音很小。对，有的车比较旧。但是司机都会喊谁下车。哈哈，对，有时候你要自己说，师傅，我下车。这个很有用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说的时候很紧张。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说，师傅，到站了，下车。我说的时候声音太小，司机没听到。那你可能要大声一点儿。后来我学会了。其实这些对话都很常用。对，学会这些话就可以一个人出门，不用担心。你还记得第一次自己坐地铁吗？记得那天我想去动物园。动物园站很多人会去。
对，我排队买票，看到前面的人很快，我很慢。你怕出错，对吗？对，我看不懂所有字，只认几个。那你怎么办？我问旁边的人，请问这里怎么买票？他们回答你了吗？回答了，他们很耐心，告诉我怎么点。你看，这也是一个机会练习中文。对，说一说就更熟悉了。我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个外国人，他会说中文吗？会一点儿。他问我去北京大学哪一站下车。你帮他了吗？当然，我告诉他下2站。他一定很高兴。是的，他笑了，还说谢谢。这就是语言的力量。对，学中文可以让生活更轻松。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关于买票和上车的事情。对，还有准备零钱、交通卡，还有问路，这些都很实用。如果你们练习这些句子，下次坐地铁一定更容易。小雨，我觉得在车上最常用的就是问路。对，很多人坐车的时候会不清楚在哪里下车。有时候我也会忘记，我就问别人，请问去王府井在哪一站下车？这个句子很实用，请问很礼貌，哪一站下车很清楚。对方一般都会回答你，比如说3站以后下车。对，你就可以数一数，1站、2站、3站，然后准备下车。这样就不会坐过头了。我还喜欢问，到北京站要多长时间？这个问题也很好，可以知道大概多久。对，特别是第一次去新的地方。你记得第一次问路的感觉吗？我很紧张，怕别人听不懂。后来怎么样？其实很简单，我慢慢说，对方听懂了。他们回答了吗？回答了，他们很耐心。我觉得在车上，大家都很习惯被问路。是的，所以不用害怕。我有一次想去动物园，我问一个人，请问动物园在哪一站下车？然后呢？他告诉我在下一站，我就准备下车了。很方便吧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些句子要多练习。比如说，请问这个车到不到天安门？对，这也是一个好问题。有时候车会经过，有时候不经过。如果司机说到，那就可以放心了。如果他说不到，你就要换车。对，这时候可以再问，请问我应该在哪儿换车？很好，这样就不会迷路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错车了。真的？那你怎么办？我问别人，他们告诉我下车以后往回坐。听起来有点麻烦。是的，但也是一个练习中文的机会。对，你说的越多，就越熟练。我们还可以学一些别的问法，比如说，这站是西单吗？对，如果不确定，可以这样问。司机或者别人会回答是的或者不是。我常常这样问，这样比较放心。我也是，有时候怕下错站。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坐公交车，下车很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后来我学会了，师傅，到站了，下车。对，这句话很常用。说完以后，司机就会停下来。我觉得中国的公交车和地铁都有很多提示。是的，地铁里有地图，也有广播。公交车上虽然没有地图，但是有广播。有时候广播声音小，但是还是有帮助。对，你仔细听就能听到站名。我觉得练习这些句子对学习很有帮助。对，特别是问路和问站的句子。你觉得最重要的词是什么？我觉得是请问哪一站下车。我同意，还有到不到。对，这几个词儿很简单，也很用用。如果你们记住了，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坐车了。对，而且不用担心做错。我觉得练习的时候可以和朋友玩一个小游戏。什么游戏？一个朋友假装是司机，另一个人问路。哦，这样就可以练习句子。对，说几次就不会忘记了。很好玩，也很有用。我们下次也可以教大家更多问路的句子。对，不过今天这些已经很实用了。是的，大家可以多听几次，多说几次。那么下次坐车的时候就能用上了。小雨，我觉得在车上除了问路，还可以和别人说一些简单的话。对，有时候人很多，你想找个座位，就要问一句。我常常说：“你好，
这里有人吗？对方如果说没有人，你就可以坐下。如果有人，就会说有人，你就要找别的地方。这个对话很短，但是很实用。有一次，我想坐下，我问有人吗？结果对方说有人。那你就不好意思了吧？对，我只好笑一笑，然后走开。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，站一会儿也没关系。有时候别人会主动说，这里没人，你可以坐。是啊，中国人很喜欢帮忙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老人让我先坐，你做了吗？我没有，我说谢谢，您坐吧。做得对，应该让老人先坐。对，这也是礼貌。我在车上还遇到过学生，他们很友好。他们和你说话吗？说啊，他们问我你要去哪儿？那你怎么回答？我说我要去学校。听起来很自然。对，其实这些对话很简单。有一次，一个人问我，你是哪里人？那你怎么说？我说我是北京人。然后你们聊了吗？聊了一点儿，他也说他是北京人。真好，这样就认识一个新朋友。我觉得车上有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。是的，你可以和别人说简单的话。比如说，天气真热，对方可能会回答，是啊，很热。这样就开始了一个小对话。还有，今天人很多。这个句子也很好，简单又自然。对方会点头，说是的，很多人。我觉得说这些句子不用担心出错，对，因为大家都能听懂。而且他们会很高兴你说中文。有一次，我在地铁里看到一个外国人，他说今天人太多了。说得不错啊。是的，虽然有点慢，但大家都听懂了。我也喜欢在车上练习说谢谢，对，当别人帮你让座位的时候，你说谢谢。或者当别人告诉你在哪儿下车，你也说谢谢。这个词很小，但是很重要。我觉得说谢谢，别人会觉得你很礼貌。对，在中国，大家很喜欢礼貌的人。所以车上的对话不用多，但要自然。对，可以学会有人吗？没有人，谢谢，请坐。这些都很常用。你有没有在车上和别人聊得很开心？有一次我去长城的路上，车上一个人和我聊了半个小时。哇，那一定很有意思。是的，我们聊了吃的，聊了天气。那你觉得难吗？一开始有点难，后来慢慢听懂了。所以车上对话也是学习中文的好机会。对，不用担心，只要你愿意开口。对，哪怕只说2、3个字也可以。比如说，谢谢，请问，你好。对，这些都是小小的开始。如果每天练习一点儿，就会越来越自然。我同意，坚持就是最好方法。所以大家在车上的时候，不要只是看手机，可以听一听别人说话，试着说一句。说一句就是进步。没错，每一句话都是练习。小雨，我觉得在车上最重要的就是下车的时候要准备好。对，要提前走到门口，不然人多的时候很难出去。我有一次差点下不了车，因为我站在里面。我也遇到过，所以我现在都会提前1站走到门口。下车的时候还要说一句话。对，可以说劳驾，让一下。这个词儿很好，很礼貌。对，别人听到就会让开。我第一次说的时候声音很小，别人没听到。那怎么办？我又说了一次，大声一点儿，后来就成功了。对，说的时候要清楚，这样别人才能听到。我还会说我要下车，这个也可以，简单明白。有一次我快到站了，可是车上人很多。那你紧张吗？有点紧张，我就一直说劳驾，让一下。最后你下去了吗？下去了，虽然慢，但还是下去了。这说明说话真的很重要。对，不说别人不知道你要下车。我也常常在车上说请让一让。这个句子也很好，很客气。对，别人会马上给你让路。我觉得这些短句很实用。是的，比如劳驾，请让一让，我要下车。记住这几个就没问题了。
你还会说谢谢吗？会呀，下车的时候我都会说谢谢，我也是，有时候司机听到会点头。这种感觉很好，很温暖。对，我觉得中文里的谢谢特别常用。对，短短2个字却很重要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别人帮你拿东西？有一次我背的包很大，一个人帮我挪了一下，那你说什么？我马上说谢谢。这样很有礼貌。还有一次，我快下车的时候，一个人帮我按了开门的按钮，真好。我也对他说谢谢，我也对他说谢谢。所以我们要学会用中文表达感谢。对，说谢谢就是最好的方式。我觉得中文里的谢谢特别常用。对，短短2个字却很重要。你有没有遇到过别人帮你拿东西？有一次我背的包很大，一个人帮我挪了一下，那你说什么？我马上说谢谢。这样很有礼貌。还有一次，我快下车的时候，一个人帮我按了开门的按钮，真好。我也对他说谢谢。所以我们要学会用中文表达感谢。对，说谢谢就是最好的方式。我觉得中国人在车上很习惯互相帮忙。是的，大家都要去上班、上学，互相理解。有时候你也可以帮别人。对，比如给老人让座，我常常这么做，我觉得很自然。你会怎么说？会说请坐。这句话很温暖。对，对方一定会很开心。有一次，一个小朋友让我先下车，他说请先走，真有礼貌。我听了很感动。所以下车的时候，不只是语言，也是礼貌。对，说一句简单的话，就能让别人明白你的意思。而且车上的中文很常用，很生活化。对，学会这些就可以轻松出行。其实学习中文就是这样，从小地方开始。一点一点积累，就能越来越好。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句子，大家可以多练习。对，在家里也可以练习。可以大声说劳驾让一下，我要下车。或者请让一让，谢谢。对，说几次就会越来越自然。下次真的坐车的时候就不会紧张了。没错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有信心。我觉得学习中文最重要的就是敢说。对，说出来就是进步。所以下车的时候不要害怕开口。对，说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顺利下车。小雨，今天我们聊了很多，我觉得内容很实用。对呀，从买票到问路，再到在车上的小对话，还有下车的礼貌用语。我们一步一步说，很简单。对，而且这些句子都是日常生活里最常用的。你还记得我们说过哪些新词吗？记得有买票、下车、有人吗、劳驾。这些词很短，但是很重要。对，只要记住就可以在车上用。我觉得请问也很有用。对，开头说请问，别人会觉得你很有礼貌。然后就是哪一站到不到。是的，有了这些词，就能清楚地问路。还有谢谢这个词一定要常常说。对，说谢谢会让别人感觉很温暖。我有时候觉得学习中文就是从这些小地方开始。对，简单的词，简单的句子，但很有用，而且很快就能用在生活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说一次就记得更清楚？是的，我第一次在车上说劳驾让一下，虽然紧张，但之后就记住了。我第一次说这里有人吗？对方回答没有人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听懂了。这种感觉很好，让人更有信心。对，所以大家要多练习，多开口。学中文不能光看书，要用嘴说。对，说出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很适合初学者。对 ，HSK 1、2级的同学都能听懂，3级和4级的同学也可以复习。是的，因为这些话是最基本的。我觉得学习就是这样，从生活开始，每天学一点儿，用一点儿，慢慢就会越来越好。你还记得我们说的小游戏吗？记得，一个人假装司机，一个人问路。对，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但很好玩。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试。比如说，请问
这个车到天安门吗？然后另一个人回答到或者不到。再说哪一站下车？对方可以说2站以后。这样练习几次就会很自然。我觉得在学习里要给自己一些小任务，对，比如今天练习买票，明天练习问路，后天练习下车， 1周以后就可以全部说出来了。这就是积累。对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多听。对，多听广播，多看地铁上的字。广播会说下一站是王府井，这个句子很简单，但很好理解。如果听几次，就会记住下一站是。对，这样学比背书更快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在车上写下来。对，把新词写下来，回家再读一读。我常常在手机里记一记。我喜欢在小本子上写。不管什么方法，只要坚持，就会进步。对，最重要的是每天学一点。你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难？我觉得不会，因为我们说得很慢，用的词也很简单。对，只要反复听就会懂。所以大家要多听我们的节目。对，可以一边坐车一边听，这样就能马上用起来。我觉得这就是学习的乐趣。对呀，用中文解决生活里的问题。我们今天说了很多，希望大家记住。记住这些句子，下次坐车就能用。如果听懂了，可以自己练习说一说，也可以在评论里写下来。对，这样你们会记得更牢。如果喜欢，就订阅我们的节目，还可以分享给朋友一起学习。我们很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。对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个句子，或者你在车上的小故事，这样我们会很开心，也能让更多人一起进步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